就我为什么创业呢？我当时也是来到这边找不到工作，做种植呢，你往小了说就可以混口饭吃，咱说不好听的，现在世界上很乱，是吧？万一哪天3次世界大战了，我这么大的地，我还能养活自己？一阵风把我的大棚就棉被掀到棚顶上去了，那边掀了一个，这边又掀一个，这么粗的钢管子全给掰断了啊！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在一片无人区。然后就像就像北大荒的那种环境，然后你又是在陌生的国土，没有什么人支持你，然后你要撑起来这么一大摊子，这是很困难的，甚至于对很多人来讲，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那做到现在呢，我觉得最大的成功呢，就是没做死。大家好，我是 Fred，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北美创业志。这是一个分享北美华人创业故事、助力华人创业的频道。今天呢，我将带大家前往加拿大卡尔加里以北约100公里的小镇欧兹。在这个小镇呢，住着一个网红，他网名董菜菜，本名董建义。他是一个毕业于北大地质系的研究生。他在这个小镇做什么呢？走，咱们今天一起去看一看。董菜菜的故事充满了戏剧性。2000年，他从河北考入北大，并于2007年获得北大地质系的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加入了全球最大的油田技术服务公司斯伦贝谢，并于2014年移民加拿大卡尔加里，希望在这座石油城大展拳脚。然而，命运往往出人意料。那一年，全球石油价格暴跌，卡尔加里的石油行业遭受重创。董菜菜也因此面临就业困境。面对这一困境，他决定放弃求职，转而创业。他深入分析市场后，发现种植符合中国人口味的瓜果蔬菜，在加拿大是一个潜力巨大的蓝海市场。于是，这位北大地质系的毕业生，开启了他与土地的第2次对话：如何在寒冷的卡尔加里种植出可口的瓜果蔬菜？好，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董菜菜的农场，优先美地。4年前，我的搭档 Chris 就是我们的摄像老师，来拍摄过董菜菜，之后制作了一部名为《一个北大毕业生在加拿大的种菜之路》的纪录片。北大与种菜这2个看似毫不相关的词汇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引起了网友的热议。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了董菜菜的农场，看看这几年他的农场发生了什么变化，他的种菜事业有没有更上一层楼？走，咱们一起进去看一看。董菜，你好，你好。这现在有多少个大棚啊？整个农场现在有13个大棚。我们现在看的呢，这是我们今年才最新完工的6个棉棚。这是棉棚。棉棚，对。所以你看这边有6个，然后我们这边呢还有过去建的双层暖棚，还有冷棚，一共13个。这2个棚的这个形状我看还是不一样的。对对对，这个是拱形的，这个有点像它是半拱形。半拱形的。对对。这2个是主要的差异是在哪儿呢？这个双层暖棚呢是全年都可以种植的，这个呢基本上可以种8个月左右。这个是8个月。对对对，这个是全年的。全年的，对。全年的时候里面是能加热还是怎么着的？在最冷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加热。那个不是很冷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不需要加热，因为它已经温度够高了。这2个的时候，这个成本是不一样吗？成本相当不一样。基本上是2倍的差别。因为那是双层棚吧，双层棚的话，2套骨架，然后还有后墙填土，
这个单层棚呢是只有一套骨架，面积一样，但是造价基本上差2倍。我们这几个棚呢，为什么要建这个6个棉棚？一个是它造价比较低一点，另外施工很快。我们过去呢一直跟这个暖棚去死磕，效果确实很好，但是确实造价高，然后就是施工也难度也比较大，这个建造时间长，所以呢考虑到所有的一些因素吧，我们还是想尽快的扩大规模，尽快发展起来，所以选择建了这几个棚。就是这种施工成本更低，工期也更短，对，是不是啊？对。OK， 那要不我们能看一下吗？对，我们看一看啊。我们现在呢，种的有像这个棚有豆角，然后对，有豆角，有西红柿，有黄瓜，有香瓜，香瓜和西红柿是我们的主打产品。这是一整棚的西红柿。哇，你这个西红柿长得挺高的呀。是啊。你看那个，这种了有半年了吧？半年多了。那个，现在天气已经很冷了吧？你知道阿尔伯塔这边，到10月份就是很冷了。对，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挺暖和的。这里面大概有多少度啊？现在有20来度。20来度是吧？对。你这种西红柿这种通道，你要整起来，不是？这主要是靠人工了，你也没办法实现一些这个机械化。没办法。对。那你也很耗人工啊，这个就是耗人工。你管理一个这种棚大概需要多少人呢？用不了1个人啊，用不了1个人。如果你是手的话，用不了1个人。尤其像现在这个季节，我们基本上到结束了嘛，基本上我就不管了，就只是摘啊，只是摘。那早期的话我们要管理。你这西红柿1年能几熟啊？它不是几熟，它就种上之后它一直长，你就一直结果一直摘就行了。这个1年生命周期多长？如果你的温度够，管理的好，它会一直长，甚至于你跨年都可以。是这样子的。你看老外那个西红柿能长到30米高，它长完之后往下落，长往下落，最后现在的技术呢都是，你比如说国内，包括我的暖棚，我1年可以种两次，就是它长到这么高，我全收完之后，把秧子拔出去，然后再种一茬，然后它又长这么高，又全收完，这1年2次。我这个棚呢，因为只能种6到8个月吧，这种需要高温的这种品种啊，我就只种1次，然后让它能长多高长多高，然后就收完就结束。OK，你这个棚1年大概种西红柿产量会有多少吨呢？不能算吨吧，因为这个是高口感的东西，得按磅来算。按磅，我这一茬的话呢，我觉得是2万磅左右是没问题的。董哥刚才看了你这个大棚呢，感觉颇具规模的。你这个创业多长时间了？我创了6、7年了吧，从建大棚开始到现在应该是7年，从种菜开始到现在是6年。你移民来加拿大的时候有多长时间了？10年了，今年到12月份是整10年。我在网上看到过你的这个资料，讲你之前的时候是在国内的这个外企去上班的。你怎么想到的时候会移民加拿大？来到卡尔加里这个地方呢？有多种因素吧。第一个呢，我在外企，然后那个时候好多人往外跑这个可能移民有几次潮流吧。我们那时候可能也属于一次潮流，好多人往外跑，然后外企呢接触这种国外的这种文化呀，工作的机会比较多。然后我就想随大流也出来看看，但是深层次原因还是在国内那个时候干得很累。其实在外企的时候也是，我们那个时候有个说法叫白加黑5加2，就是白天加黑天，周1到周5再加上2个周末，就白加黑5加2，就没有休息干得非常非常累。然后想换环境，找新的机会，然后其实随大流出来的。你这个相当于现在国内说的996、007一样。对，就是代表你10年前你们外企也是非常内卷了。非常累，对，非常内卷。是的。然后为什么来卡尔加里呢？因为卡尔加里是个石油城我当时在石油公司干嘛。我的那个公司呢就是油田服务公司，全球最大的。然后想着到哪儿最合适呢？那肯定还是要继承原来做的那些事情嘛，是吧？就是干石油嘛。所以选择了加拿大卡尔加里。那你当时到这边来的时候，本来是想去找个工作，跟你的专业也相关。那之后你怎么会想到的时候来去创业啊？
来去种植这些大棚呢？对，我觉得很多人走的路呢，都是命中注定的。并不是我能选择的，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我为什么创业呢？可能跟马斯克的那个经历有点像，因为马斯克他说他找不到工作，所以他去创业了。我当时也是来到这边找不到工作，因为石油行业那时候正面临非常困难的一个时期，油价崩塌了，非常非常低，然后全卡尔加里几乎没有招聘的，都是在大裁员。我过去认识的一些同事啊、同行啊，被裁的裁，然后有的回国了，有的就是也改行了，然后我也在这边就是找了一些工作的机会，尝试了一下，尝试了一段时间，发现不行，然后才决定要创业。你在做这个大棚这个创业之前的时候，你自己有过创业经验，或者是你的父母有过类似于经商或者创业经验吗？完全没有，零经验。我父母也是上班族，我过去在国内上了8年班，也是上班族。哦，那你想到说这个创业，其实一般大家会想到说创业的时候，一般会做一些贸易啊，或者是在这边也很多人做一些服务业相关的。你怎么会想到的时候来去做一个这个种植业呢？对，因为首先我是一个搞技术的人，然后家族里边没有任何做经商的经验，让我去做这些贸易啊，没有任何的思路，也没有渠道啊，甚至于没有资金，什么都没有。所以我想着还是从技术角度出发吧。做种植呢，你往小了说就可以混口饭吃。如果说我创业，哪怕说没创成，但是能够混口饭吃，在北美能够扎下根也还可以啊。然后如果做大了呢，这个农业也是一个大的产业啊。在国内也有很多这个大农场主，是吧？在北美呢，其实也有很多大农场主，华人农场主做得都非常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行业，所以我选择了这个。至少是退一步来讲，你至少种这个东西还有饭吃。对对对，是的。咱说不好听的，现在世界上很乱，是吧？万一哪天3次世界大战，我这么大的地，我还能养活自己。OK， 那你当时你创业的时候，你怎么会选择这个阿尔伯特省，而没有选择落基山的时候一西的时候这个 BC 省？比如说像温哥华跟周边这个地区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它的气候会更好，会更适合种植。包括你种的这些蔬菜，这个其实华人群体呢，温哥华的时候华人会更多。是的，如果温哥华或者是多伦多的话，优势非常非常大。但是还是那句话，很多事情不是自己能选择的。因为我当时来就是定居到卡尔加里，就是因为石油来的。但是后来抛弃了石油来做农业。卡尔加里呢，一个是我对这边那时候待了几年了，人脉呀各方面很熟悉了。然后这边的地价也比较便宜。如果我抛弃这边，然后再去温哥华，又要重新来，因为你做农业，你要建大棚啊，要什么，你总得认识一些人，是吧？有人能帮你才行。如果去温哥华，那要从头开始，再加上地价很贵，在那边投资的话，那我是搞不起。然后，再加上那边的农场，好多农场已经很多，而且人家做的规模很大了。他们已经都是根深蒂固，有的是100年农场，对吧？你想跟人家去竞争，我觉得是很困难。但是卡尔加里呢，它最大的缺点就是气候太恶劣，但是同时它给你带来了一个机会，就是没有多少人去接受这个挑战，就没有多少人种。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是在国内被卷出来的嘛，最怕的就是内卷，是吧？我们不怕努力工作，但是怕的是内卷。所以我想在这边，既然挑战这么大啊，没有多少人干，这可能是我们一个机会，是我们想尝试的，所以我才选择在这儿。那其实刚才从你谈的这些过程当中，对一个新移民来讲，他落地的第一个站、第一个城市，其实是至关重要的。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其实的时候，我知道这个阿尔伯特省呢，就属于在加拿大这个草原3省之一。草原3省呢，在加拿大的时候素有这个粮仓之称。你呢，现在又在欧子这个小镇，那在农业这个方面的时候，你有没有得到一些政府的什么支持啊？比如说税收啊，或者之类的这个东西？
其实农业呢是确实加拿大非常支持的一个行业，它是国计民生的基础嘛。但是对于蔬菜产业，阿尔伯塔省好像还没有特别明确的这个政策支持，或者是资金上的支持。对于大粮食产业，就是特别基础的那种粮食产业，它还是有一些支持的。但是呢，就是做蔬菜产业唯一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没有加工的，只是生产就是种植出来，然后直接卖的这种蔬菜呢，它是没有消费税的，就没有 GST。这样的话，就是你整体就降低了售价了嘛。这个客户的话会接受度可以高一点。这就是加拿大我觉得对蔬菜产业唯一的支持。但是我听说有一些省份，就特别偏远的省份的话，它对建大棚啊会有一些补贴，是政府直接给出钱的。但不对我来讲，我还没有享受到这一点。我在网上曾看到过你的一些视频，就包括有一些议员也会到你的农场来，那这些人其实也没给什么支持啊。对议员呢，他们是这样的，加拿大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些支持啊，或者是一些政策上的，就是这许诺吧，他不是说一个议员或者一个领导就能做的。这一点跟我们中国是完全不一样，这文化完全不一样。他如果有这个政策，他一定是比如说省级层面，这个大家开会一致通过的，就像制定一个法律一样，把它定下来。然后不管你是什么议员还是什么，这人都要遵守这个规章制度。然后你有了这个制度呢，你才可能有这个，比如小农场主，然后去申请，然后有人审批通过才能拿到。这块呢，就是人说了都不算的，因为我这边这个来的最高的这个级别的官员是加拿大的副总理，他都不可能给你轻易承诺说你建大棚的，我帮你吧，我给你拨点贷款吧，这不可能的。这是北美和国内文化的不同。你创业到现在6、7年的时间，包括你移民到现在到今年刚好有10年的时间了，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跟你当初你移民的时候对比，达到你那时候期望的这个结果，你的现在这个创业的这种状况有没有达到你当时创业的时候那时候期望的这个结果呢？我当初创业吧，实际上想的第一点呢，就是作为第一代移民，能够在这个一个陌生的土地上，能够扎下根，能够立下足。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我现在还是，做到了，达到我当时的目的了。那当然，我们就是吃饱了饭的之后呢，我肯定是谋求发展，是吧？但是由于我现在是这个改行创业，零基础创业，所以，在做了6、7年之后，我现在已经具备一定规模的这个结果呢，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还是算是满意的。毕竟如果说我在国内比如说有10年的从业经验，我到这边来可能做的会更快，规模可能会更大。但是对于一个零基础的人，在6、7年的过程中，一个是能够作为一代移民在这边立下足，能够生存，能够养孩子，是吧？甚至于我还能够雇上几个当地的人，是吧？尤其是华人，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就业机会。我想至少第1期的目标应该是实现了。我也是一个这个创业者，我不知道你在你的创业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时刻，在那个时刻的时候，你觉得的时候非常的艰难，你一度时候想去放弃。对，其实王总，我作为一个创业小白，我特别希望得到你的一些经验的指导，指引，因为我这种时刻特别多，在过去这个6、7年之内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在一片无人区，然后就像就像北大荒的那种环境，然后你又是在陌生的国土，没有什么人支持你，然后你要撑起来这么一大摊子，这是很困难的，甚至于对很多人来讲，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这个6、7年的创业过程中，有很多次想要放弃，感觉这个门槛就跨不过去了，怎么办，是吧？你比如说比如我最困难的时候，实际上是今年，今年我这
我过去我就1个棚2个棚的时候，我什么困难我都不怕，因为你再大困难我自己想想办法，我自己哪怕就是我不雇人，我自己出我自己体力，我可以把这解决了。但是一旦规模扩大了，我自己一个人浑身是铁，碾不了几个钉，是吧？你就得雇上人。一旦雇上人，各方面成本全上来了，这个时候你没有种植经验，没有操作的经验，就会亏损。你一亏的话，你规模一大了，你亏的就多呀，是吧？这是压力特别大。然后尤其今年在年初的时候，天天刮风下雨，然后我的大棚呢那时候还没建好，一阵风把我的大棚就棉被掀到棚顶上去了，那边掀了一个，这边又掀一个，这么粗的钢管子全给掰断了，然后地里全是水，因为雪一化，地里全是水，那水到的快到膝盖了。然后我脚一踩，我那雨鞋啊，首先水全灌进去了，然后脚往外拔的时候，脚出来鞋都出不来，那冰水刺骨。然后我又那种情况下爬到棚顶上去，把棉被推下来，然后又把那个机器，因为车已经进不去了，机器人扛着拽，把这个钢管切断，然后又把电焊机搬过去，又电焊，在那么寒风凛冽的情况下，要把这些问题全部解决掉，我当时真的崩溃啊，超级崩溃。所以我不知道，我也想请教你哈，你创业了10来年，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你怎么挺过去的这些至暗时刻？我觉得是我先就着你刚才聊这个话题，我觉得你有2个信息。第一个信息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现在你需要的时候，通过管理其他人来帮你来去做事情了。那这里面其实涉及的时候管理经验。你过去的时候自己来去做事情，自己可控，但现在的时候我要让别人来去帮我做事儿，其实这里面涉及到一些管理经验。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时候，你今天讲的时候说今年遇到时候这个恶劣的这个天气，一些不可控的这个因素，那我不知道的时候这边会不会有一些保险你可以买的，可以来补偿这种损失的。我觉得刚才你讲的时候是这个2个方面的问题。那么对我个人来讲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连续创业者，并且我觉得我创业没有你这么幸运。我觉得你第一次创业做这个项目到现在已经做了6、7年的时间。我觉得我创业的时候，第一个的时候，大概在不到1年时间的时候，公司就黄掉了。那个时候是刚毕业，我不像你是在这个企业去待过的，我是刚毕业，没有任何的这种工作经验，包括是创业经验。那么那时候的时候，你每天会遇到大量的亏损，你那时候还招了很多人，你不知道如何去管理这些人。那每天的时候，这个支出非常高。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每天大概要到凌晨2、3点钟才能睡着，到早上5、6点钟就醒了。但是好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你还年轻，你有一种盲目的自信，你觉得未来会更美好。我只是觉得这种盲目的乐观，可能是让我在这个至暗的时刻能够走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品质吧。对，我觉得这个创业者必须得有这个，他不能叫盲目乐观，甚至有的时候可以叫这个无知无畏，是吧？但是你没有这种乐观的精神的话，那任何人我觉得他都走不长远，是吧？因为创业的话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如果你这点自信都没有，或者是乐观精神没有的话，那就会陷入痛苦之中。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对，我觉得大部分的创业者，你要乐观，哪怕是盲目的乐观，这个乐观的时候是毫无依据的。但是可能这种乐观的精神的时候会让你走得更远，否则很多时候你坚持不下去，你会觉得说，那我做这件生意，那我还不如去跟别人去打工呢。但是我确实是经历过很多至暗时刻，有时候也跟你一样，就是焦虑的睡不着觉，确实是这样。你这个做现在这个创业，你觉得你自己这个生意当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我没有考虑过，因为我觉得挑战太多了。哪个算是最大的挑战呢？我没有考虑过，因为你看，从跟天斗上，与天斗与地斗上，也有很多挑战。就刚才我说的，你比如说对抗严寒，对抗风雪，是吧？大雨，暴风啊，你有可能把你的棚给你毁了。然后你再
种植上你要技术，我现在技术不过关。你像我过去干了将近10年的石油行业，如果说这边有一个搞石油的一个机会的话，也许我可能走的会更好，更轻松一些。但是搞农业了呢，你又从头开始了，没有任何积累，所以这个技术上很多东西还没有过关。然后你比如人家这是预期的产量，比如一个棚，你假如说应该有3万磅，最后你种出来只有1万磅，那人家就挣大钱，你可能亏损，是吧？但是这个技术它成熟的需要一个过程，一个时间。那这个时间之内，你这些亏损交的学费能不能挺住，能不能扛过去？这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然后你建设生产这块，比如说你都挺过去了，销售这块也是一个考验。因为在北美吧，尤其在卡尔加里，人口没那么多，它的生意嘛不像国内那么活跃啊。很多市场需要你自己去摸索，自己去打开。过去就没有这些市场，需要你自己去做，这点也是面临很大的挑战。所以我觉得每一步，我感觉就像我唱这个业，就像西天取经一样，9九81难，处处该灾，到处都受难。你就是哪个环节是最困难的呢？我还说不上，感觉每个环节都困难。因为你大部分的时候其实做的是零售，我们知道零售端的时候，其实客户的需求是非常不确定性的，他没办法告诉你的准确的时候，我今年从你这边订多少斤的这个瓜果蔬菜，所以你非常难确定。所以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是，你的零售的客户占你的全年的这个销售占比的时候会有多大的比重？基本80%、90%吧。那我觉得你现在做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条件的事情。是的，我个人认为你现在做的这个种植呢，它本身是一个生产型的一个企业。其实它要追求的时候是一个确定性的。比如说有一个大的这个批发商，他会告诉你，我今年从你这边采购，比如说3万磅的这个西红柿，那你就搞清楚，我今年我给你种够3万磅的西红柿。但是你面向的这个零售客户的时候，他可能说，我这个客户要你10公斤，那个客户的时候要你5公斤，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挑战非常大。那这样的时候，让你的这个我觉得是整个生产以及你的库存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是的，这个其实挑战非常非常大。你生产多了呢，怕卖不出去；生产少了呢，这些零售客户人家都找你要东西，你没有，这时间长了会流失客户，是吧？所以这个零售确实相当不好做，而且它会有比较大的损耗。你比如说我今天卖不出东西，我都是生鲜的，今天卖不出东西我就得扔了，我不能等到3天之后再卖啊。如果批发呢，基本就一次所有的全走了，是吧？但是为什么我们做零售呢？主要是从最一开始我们就继承了我的生意的风格。最开始我只有1个棚、2个棚的时候，我怎么做批发呀？没有量，做不了批发。包括到现在，我棚虽然多了一些，但是如果你只种单品，我可以做批发。你比如我只种西红柿、只种鲜瓜，我就可以做批发。但是目前来讲，我们继承了过去的零售的风格呢，我们有很多品种。包括豆角、茄子、辣椒，是吧？黄瓜，一些叶菜，这些都有。客户非常喜欢，就是零售客户非常喜欢。因为这些大家都吃不到。如果你只有西红柿的话，他们会埋怨你怎么只有西红柿呢？我还想吃黄瓜呢，我还想吃鲜瓜呢，对吧？所以我呢，为了满足这部分客户呢，我就什么都有。问题就在于你品种多了，不能集中力量生产一个品种的话，我的量上不去，我没办法做批发。我现在这里面的时候，我其实是有2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时候，针对这些零售的客户，你有没有思考过如何让这些客户不确定的需求变得更具有确定性？比如我随便说一下，这些客户是否可以实行一个会员制？那么这样的时候，我给你相当于说会有一个确定性。
同时呢，你会给我比如说有一些优惠的折扣啊什么之类的时候这东西。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你有没有寻求过一些弊端的一些渠道？比如说我在这边也看到像华人超市、大统华，包括像加拿大本地的 Superstore 这些渠道，这些你有尝试过合作吗？对，我觉得你第一个建议非常好。我们其实原来一直想整这个会员制，但是那时候规模还不大，产量太低，感觉整会员整不起来。现在开始慢慢的产量上来了，我觉得也许明年或者什么时候比较适当的时候，我们想整一下会员制。然后至于这个批发商这个呢，在卡尔加里做，就它的难度又凸显出来了。在卡尔加里批发商特别少，有一些团购群电商，他们消化的量都不大。然后大统华呢是消化量还可以，我们其实也卖了几回给大统华，但是我们发现吧，超市他卖的东西都是大陆货，就是跟我们的目标客户群不是太就是对应。你一些高端的东西呢卖给他吧，他可能很难尽快的消化出去，所以他只能给你当成普通商品来卖，这个就比较尴尬了。但是如果说是像电商这种，我们为什么喜欢卖给电商呢？他们都属于接龙的方式啊，这个基本上是订单销售啊，就是客户先接上龙了，然后他统计出了一个数来，告诉我们，我们给他就发那个数，然后他就1天2天就卖掉了，几乎没有库存，但是这些电商啊，在温哥华、多伦多可能多的是，在卡尔加里就很少，这还是城市人口、城市规模的一个瓶颈。然后你看这个大统华它的销售量哈，你比如香瓜也好，西红柿也好，我们有的时候卖给他了之后，过了几天我们去探店啊，看看他销售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发现大统华这么大的一个商家，它的单品的销售量还不如我们自己做零售的时候多呢，也不如那些电商做的多。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它的选择性太多。你比如说你客户一去他这个店，发现1000种商品，对吧？那你每一种商品拿的量就少了，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是他没有针对某一种商品或某一个客户群，他去做宣传或做广告，他所有东西他一视同仁，没有特色，没有差别，所以这个给我们就带来一定困扰。我们之所以要做这种高档的东西，也跟我这个就是风格有关系，就是我们在这块气候很恶劣，我不得已要建高档的大棚。建了高档的大棚，你投入成本非常高，那我必须要种植高口感、高货值的产品。但是高口感、高货值产品毕竟是小众产品，是吧？所以销量又受到影响。销量受到影响呢，我们去打品牌啊，做什么东西推广啊，也都相应的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赛道确实是做起来难度非常大。成本。那如果现在的时候，我们假设一种情况，你能够打造一个自己的梦之队，你自己能够专注于做自己喜欢且擅长的事儿，能够把其他这些东西能够这个外包给别人或者托手给别人，让你来打造这个梦之队，你会觉得说你会增加什么样的部门或者增加什么样的人手？现在目前呢，销售由我爱人负责就完全没有问题了。最主要还是如果完全把我能脱产的话，我会把所有的时间拿出来回国去学习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学习过农业技术如果我回国哪怕学上3个月，我觉得我再回来干的话，那就完全都换了一个样子。但我现在就没有这时间拿出来这3个月去学习，那我可能需要一个整个市场管理起来的，他也得懂一定技术，然后包括人员管理、生产管理，各方面吧，需要这样的人，确实。可是现在这样的人很难找，真的很难找。你对你的这种农场，接下来的时候，你觉得理想的这个状态，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到你
把它做到10年的时候，你会大概会想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首先呢，我希望我现有的这个规模吧能稳住，然后就是技术上能够有突破，然后就是在这个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我的产量，如果说你技术真的好的话，我就翻1倍都是有可能，都是正常的。我现在是产量远远没达到预期，所以技术上有突破，产量稳定然后销售上也稳定，这是前提。如果这些都做到的情况下，我希望把我那块空地开出来，然后也能建上棚，然后种最高端的瓜果蔬菜，包括这种水果西红柿和香瓜，然后下游呢就往温哥华那边拓展。今年不是发了一板到温哥华嘛？那边市场非常大。这个如果我这边规模起来的话，我想多做批发，然后都往那边发。你自己创业到现在的时候，你跟他，我们讲是成功，还是说如果你要给他打个分，你会跟自己打多少分呢？我觉得能打个70、80分。你说现在做的好不好？如果说按照产值来讲，按照技术来讲，不能算好，就是说你绝对的分数不能算好。但是后来我又一想呢，所有的这些弯路，你都是不可避免的。你只要是创业，你一定要走这些弯路的。那除非你是个天才，或者除非你运气特别好，你就有这个命，说我一做我就成功了，我什么困难都没碰到，那你那是命，或者你是天才。对于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的话，这些弯路必须要走。尤其你像我，这是一个改行创业，是吧？我这技术都没有的情况下，我就扎进来了。那我肯定是技术上，要有很大的欠缺，我需要回去再补。那你说这个弯路能我觉得是避免不了。那做到现在呢，我觉得最大的成功呢，就是没做死，没做死，然后还能有一定的发展。每一年，你不管是规模，是吧？还有品种、技术、团队，都在有一点点变化。我觉得这已经是应该满意的了。对于创业者来讲，不能太贪心。如果这个状态你还不能接受，我觉得呢，对于创业者来讲，那就是有点过于贪心了。假设说现在你有机会，或者突然来一人说，哎，我把你的这个农场全给你买了，你现在自由了，你觉得时候你会去干什么？你还会不会做这个农业？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也经常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一旦陷入困境的时候，我想逃跑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说有人救我一把，我是不是就解脱了，是不是？然后我可以换一个赛道，我可以做一个重新的选择。但是那是过去，然后现在我扛了这么多年，扛过来了，然后还没有做死。在有了很多心得之后，我发现，如果天降巨资把我这买下，那我以后只有两个选择，要不你就躺平玩去了，是吧？但是这个年龄不可能，那要不呢，还是在做农业，因为啥呢？我觉得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然后生意跟生意的性质也不一样。对于我这种搞技术的人，你就做一个事情必须得有积累。如果你就是做贸易这种，可能你不能考虑太多的积累，因为那消耗太多的时间，是吧？但是对于做技术的人讲，你没有积累的话，你再做另一个事情，除非你去做贸易去了，但是我又不会做贸易，做贸易我可能要亏钱，因为我炒股我就亏钱，我要投资什么东西我都亏钱的，所以我这人就适合做技术。那如果我做技术没有积累的话，就像我今天一样，我还得回过头去再回过去打磨，回国去学习去打磨，然后有了一定基础之后，我才能把事情做好，所以我做这个农业做农场已经积累了6、7年经验了，如果你让我再重新选择的话，我还只能选择农场。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对比过？比如说，你当时你那种同学你北大的那些同学你有没有做一些对比？有的时候会对比，你在这边做这个农业创业，他们可能在石油或者在其他地方，可能那几年不好，但后面又变好了。有没有这种对比？对比之后的时候会感慨，哎，当时我这个选择可能未必是对的，还是怎么着的？经常有，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习惯就是要对比。对，我们从小学开始就卷，就对比，比成绩，比什么，对吧？然后一个最大的一个例子呢，是我在过去石油行业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同事，后来他从外企，就我们那个外企跳出来，然后他去私企干，后来私企不行了。然后我还帮他介绍工作，然后后来呢，我来加拿大之后，最一开始我从这个外企出来了，然后也是加入了国内的一个私企，就是石油行业的，我又把这个同事呢介绍到这个公司，同时呢，我在市场上发现了一款软件，都是我去开发出来的，然后跟他一起推广。后来我来加拿大之后呢，他继续在那方面做，后来自己跳出来，自己通过这个就以这个软件来起家，自己做了一个挺大的一个公司。现在说，这是几年前年产值都有3000万了，也雇着好几十号人呢。这个，那我跟他的差别非常的大，那肯定是，换任何人正常的人，那心里肯定是有一些想法，是吧？但是创业这么多年，尤其是你在北美待习惯了之后，你发现人跟人不要比，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的，你必须得接受你的命运。你在接受你的命运的基础上，你有所发展，你就已经是运气很好了，你就应该满足。这个如果说我因为别人做得好，我换了我的赛道了，我放弃我现在所有的努力，我可能会做得更不好，是不是？然后就是加拿大呢，来加拿大之后给我改变了很多。我们在国内呢，就是喜欢用赛道这个词儿，就是因为大家都在比，是我挣的钱多还是你挣的钱多，是我这行业好还是你的行业好，我们一直都在选择。但是有一些人选择对了，他做得很好很成功。但是我相信可能有80%-90%的人，最后就是在这种选择之中迷茫了，可能10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下就老了，最后呢什么都没做成，这个风险也很高的。我们都说创业的人，可能有95%都死了，最后只剩下5%，这里边我相信有70%-80%是因为太困难了，或者是大环境不好，最后死掉了。但是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轻易的就放弃了，看着别人好，我去选择那个了，然后这个公司关门了。那也许你就在那个，最后那个关键环节，你咬牙挺过去，你就做起来了。也可能有相当部分人是这样。没错，我刚才听了之后，我觉得你这个心态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有一句话讲“一命二运三风水”，我觉得很多时候相信自己的命不是什么坏事儿。他至少能让这个人呢，他能够接受自己，是吧？不会跟自己产生很多的内耗，每天不会大量的跟别人去攀比，是吧？那你永远不可能是一直是第一，那我觉得这种心态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其实我觉得说你讲的时候，在加拿大这个创业跟国内的创业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其实我前段时间也回国，我会碰到很多这个朋友，你会发现很多人其实都很焦虑。这种焦虑，一种是没赚到钱的人，我觉得大家在想我怎么能赚到钱？赚到钱的人他在想我如何就能赚到更多的钱。其实每个人的时候都是在一个非常焦虑不安的一种状态，他们每天的生活要变得让自己非常的忙。他如果不忙碌起来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不安。我觉得是你刚才讲这点，我觉得是加拿大跟这个国内创业的时候非常非常大的这种不同。是这个，所以我说来到加拿大之后，给我改变了很多很多。原来呢，我们干什么事情都着急，然后比如排个队，从来不排队加塞儿，对吧？然后这个开个车你要加塞儿路怒，
到了卡尔加里来之后，所有这些东西全消失了，全给你治愈了。你老外想要排个队的话，就是前面这个人他是第一个，他在办事，你后边那个人离他3米以外，是吧？对，非常客气，那就保护人家隐私是吧？然后开车也是，都是互相谦让，让完之后吧，你冲他挥挥手，是吧？就是，然后有一次就是我要进来，然后后边的人闪大灯，我在国内我以为那闪大灯是不让我进来，后来问人家这个老移民才知道，闪大灯是人家让你礼让你先进来，告诉你我不会撞你，你就放心进来吧。所以这一点呢，就是为什么这边的人过得比较轻松呢？是吧？他比较容易满足啊。你像其实我这个生意吧，你做大了不算大，说大不算大，但是呢也能养活自己，还能给一些人提供饭碗。作为1代移民，咱做到这第一步了，我觉得不算失败，是吧？其实你刚才我觉得聊这个话题，在加拿大创业，跟在国内的时候这个创业这种差异，我其实很想的时候展开的时候，我们讨论一下。比如说你北大毕业的，我不知道的时候，如果你在国内你来去做这个农业的创业，跟在加拿大做这个创业，它会有什么不一样？我能想象当中的时候，比如说你的父母、你的亲戚朋友，他们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对对，父母呢，包括亲戚朋友呢，一开始都是不理解，加上反对，是吧？你可在国内种地能挣钱吗？那是社会最底层的工作，是吧？国内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对，但是呢，这是他们根深蒂固的一个误区。当然了，我在国内的话，我也是不可能做这个事情的。那我要在国内，我可能只能做石油。我到这边来做石油，是因为，国内的那些技术啊，还有学习的那些东西吧，这边找不到工作，但是在国内的话呢，还是有市场的。那我只有到了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我才能静下心来、沉下气来，去搞这个农业。然后搞了农业之后呢，你再回国一看，你才能发现差距。我当初搞农业的话，是发现国内跟加拿大农业不一样。国内呢到处都是大棚，都是这种保暖型大棚，加拿大没有，我才想把它引进来。然后那个只是发现一定的差异。后来我再回国再去考察的时候，你深入去看人家那个生产技术、品种各方面，发现国内的农场啊，这些尤其农业科技公司啊，已经做得非常好了，然后加拿大这边已经开始落后了，就很多老外过来去参观我的大棚，然后他们的一个结论就是加拿大已经落后于中国了，在很多农业特色技术方面已经是落后了。如果是一个国内的这个创业者，我们都知道国内我们不乏这种勤奋的努力的时候，这些创业者，你觉得他在比如说在北美、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创业，对比他国内创业会不会更容易？以你的经验来看，我觉得这也分地区。其实，在卡尔加里这个地方呢，它人口相对少一点，如果说做生产型的企业的话，还是比较难的。你看，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聊到，所有东西我都要从0到1，从上游到下游，从建设到生产到销售，都要做从0到1的工作。国内呢，你只需要参与一个环节的工作就可以了，剩下其他环节都有别人去做，都分工非常的明确。这边呢，由于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比较独特，是中国式的大棚，做中国的蔬菜，你就比较困难但是如果说你做西人的东西，你可能在生产环节没有那么困难吧，但是竞争会非常激烈，因为人家已经做得非常成熟了，很多不管是工厂啊、农场啊，那都是100年企业了，是吧？然后这边呢也比较讲究垄断，就是人家大工厂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你想进去的话，好像是很困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做中国蔬菜和中国大棚的原因，是吧？但是，你在其他的地区呢，比如说温哥华、多伦多，因为那边华人很多，如果你做一个特色的农场的话，应该能够比我做得好，比我做得快。其实你刚才讲的时候，这个中国口味的时候，这些瓜果蔬菜的，
你在卡尔加里能不能打入到这个西人市场里面呢？西人市场应该长远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因为毕竟西人的人口基数要比华人的要大10倍。但是呢，主要还是目前来做推广的话，需要很大的资金成本还有时间成本去做推广。因为是这样，做农业吧，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尴尬的地方就在于，你种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品种的话，那大家你就很快就推广出去了，你都不用你去做宣传，批发商也要，那个客户也要。但是如果说你做一个小众的品种，比如特别好的高口感的新品种，大家谁也不知道的，甚至于人家都没有动力去尝试，对吧？因为你尝试的话，因为你要付出成本的嘛，你要尝试，你哪怕花1毛钱，那也是付出成本的，对吧？然后你又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去品尝，你比如你在线上销售，大家就不可能品尝，对吧？所以呢，它这个你种一个小众品种，高品质的、高口感的，你又有个推广的过程，你把这个推广给老外，那更困难，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你比如说我们种这个香瓜，这个中国客户呢都接受度非常高，我们几乎不需要说什么，只要你有货，大家就买。那你要是种水果西红柿呢，你就给人解释，啊，我这个西红柿为什么比别的好，对吧？为什么比别的贵，对吧？你得给人解释清楚了，讲透了，这是花成本的。了解。你针对我们北美创业志的这些观众，如果他们想要到北美或者到加拿大来去创业，你有什么样的这个经验或者建议想跟大家来去分享的呢？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呢，如果你在这边做一个像我这类似的企业，可能要沉住气，不能像国内那样，说不好听的叫浮躁啊，当然你说好听的呢，就是国内的商业非常活跃，是吧？可是在这边呢，商业活跃度没有国内那么高。那我们作为第一代移民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能够立足，能够扎根，是吧？你如果想续写国内的辉煌，甚至于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你到北美来的话，我觉得困难会非常非常的大啊。但是如果你只是想着在这边扎下根来，然后将来就是换一个环境，尤其给后代换一个环境的话，相对来讲还容易一些。但是你要有一定的坚持啊，你像我这边就是来一些官员，尤其是这个加拿大的副总理来，他们为什么关注这么小的一个农场呢？其实他们关注的是就是北美移民的一个精神，就是100-200年以来吧，从欧洲大量的移民到北美来，就原来北美是一块荒地，然后都是这些新的移民，尤其是他们以家庭为单位，以夫妻为这个劳动主体来建立家园，开辟土地，最后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加拿大和美国给建设到现在这个样子，是吧？然后我呢，可能是复制了这些人的一个过去的一条路，是吧？我也是到这边来开了一块荒地，也是以家庭为单位在做这种事情，是吧？尤其是跟土地有关，是吧？所以这个政府啊，包括移民局在我这儿拍过视频嘛，就是那个采访新移民的这个视频，他们所关注的就是现代人还能不能走过去这些人的老路，还有没有这个移民的精神，移民创业的人的精神，你能不能在这块扎根，能不能在这块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能不能在这个土地上建立家园，这一点呢，我觉得对于新移民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可能我们移民出来的话，包括企业家，要在这方面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如果是这个创业，比如说就像你待这个小镇欧子，这个小镇，它是适合什么样的这个创业者？它适合在这种小镇创业。欧子呢，现在我这也是歪打正着哈，这个
原来想着瓯子是一个小镇，可能鸟不拉屎，然后跟国内的大都市生活不一样。但实际上呢，瓯子这几年发展还挺好，挺快。因为一个是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就是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呢比较倾向于这种小镇，尤其是对农业非常支持。同时呢，瓯子最大的优点是它离卡尔加里不远不近。你知道卡尔加里是加拿大第4大城市嘛，很多移民由于这个温哥华、多伦多的住房成本呢，各方面的成本太高，他们就移到卡尔加里来了。然后卡尔加里的这几年这个人口暴增，但是呢，现在的政策在收紧，这个移民卡尔加里可能是难度有所增加了。但是对于农业呢，尤其对于小镇呢，政府还是支持的。那么瓯子呢，离卡尔加里就不到1个小时的车程。如果说它离卡尔加里太近的话，就不在这种支持的政策的范围之内，因为它支持是偏远地区，就是小镇啊。所以呢，它这个距离离卡尔加里这个距离呢，正是落在这个政策支持的范围之内。但是呢，它又不是离卡尔加里太远。如果太远的话，对我们的吸引力也下降。你比如说我在这边，我将来要考虑孩子上学呀，考虑生活呀，比如医疗啊各方面是吧？我不希望离卡尔加里太远。那么这2年呢，就是有大批的移民，包括印度人，也有很多中国人，是落户到瓯子了，就是因为它这个地理位置有很大的优势啊。同时，瓯子这块呢，它有大概1万人，1万居民，它医院、学校从小学到高中到学院的大学都有，啊。然后你像这个超市呢，各大超市，包括沃尔玛、肯尼迪泰尔这些都有，干什么事情很方便。同时离卡尔加里又不远不近，所以我这属于歪打正着吧。现在这个瓯子属于是一个移民的热点小镇。就是比较适合那些适合在这边创业，同时拿身份的这些创业者。是的，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是的，是的。那最后呢，北美创业志的这个观众，我相信当中有很多卧虎藏龙的人。如果你希望在哪个方面获得大家的建议，或者是一些资源方面的支持，你觉得你想在哪些方面的时候获得一些这个建议或者支持呢？如果说有从事农业的朋友啊，那我当然希望这个能够在技术啊各方面给我一些，包括渠道吧，各方面给我一些支持。我也希望尽快把我的技术打磨好。但是对于就是说想在这边创业的人呢，如果我们是这个志同道合的人，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有能力的人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或者是跟我们做类似的事情吧。然后大家能够形成一个共同体。因为我们这边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产业链嘛，实际上因为规模做得太小。有更多的人做之后呢，我们这个产业链也可以搭建起来。我们有了规模化之后，我觉得各方面成本都能降下来，渠道呢，销售渠道各方面也好搭建所以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那好的，非常感谢董哥的这个介绍和分享。好，谢谢。那我们祝愿你的这个农场越办越好。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有空多来吃瓜。行，好，谢谢。在这次交流当中，我感受到了那个不抛弃、不放弃、积极乐观的董菜菜，同时聆听到他发自内心真诚的分享，也感受到他积极开放的心态。就他提到的农业技术以及销售方面的问题，我就希望如有这方面资源和兴趣的朋友，能够积极向他献计献策。最后，我们也祝愿董菜菜的农场越办越好。